摩祖师，南印度人，原名菩提多罗，后改名为菩提达摩。因曾传授武艺与少林僧人，故被称为一代宗师。其实达摩祖师主要是宣扬二入四行禅法，是中国佛教的始祖。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起了很大的影响。老伯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对你来说，这是个陌生的地方。就算告诉你，你知道也等于不知道。哼，你才不知道呢！这里是我的国土，将来我还要在这里继承王位呢。你目前对自己的处境都不能把握，将来的事你能肯定吗？我看你还是随遇而安吧。不知道雾什么时候才能散？在你眼中所见的都是虚幻的景象，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。老伯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等你。等我？我都不认识你。可是我认识你。哼，那有什么稀奇？谁都知道我是三王子。我不但知道你是三王子，还知道你的过去与将来。将来？你刚才不是说过不能肯定吗？但是我能肯定你的一切。好，远的不用说。今天我会发生什么事？地狱凶险，九死一生。那然后呢？跟我一样，一坐9年。你竟敢对我胡言乱语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。是我？三王子！三王子！三王子！皇上突然得了怪病，危在旦夕，赶快回宫吧！啊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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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哎呀！
杀了他！别让他跑了！杀死他！加油！杀死他！杀死他！驾！看来父王时日无多，这个王位不是早已立昭成的三弟了吗？他永远也回不来了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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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王！唉，没办法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怎么不说话？啊！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大胆无形，敢附身人体！哼！我来报仇的。他灭我王朝，杀我全家。再过半个时辰，他就跟我一样了。孽障！你们这样杀来杀去，有完没完了？化解仇恨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用慈悲的心去原谅他人。你为报仇，多杀一人，多增一份罪孽。如果还执迷不悟，将来必堕地狱。地狱？这样吧，你先把仇恨抛开，我替你超度，你才可以有机会往西方极乐国修行，免受轮回之苦。西方极乐？多谢法师指点。好，善哉善哉。唵，阿弥达弥吽。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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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休息一下。法师，父王吩咐将这颗宝珠相赠。请问三位太子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这颗明珠更珍贵呢？这颗明珠能照亮世上万物，世上再没有其他宝物可与之相比，只有法师之德性才配拥有此物。那你，我想说的，都被王兄说了。宝珠之光，只照耀他人，不能自照。我认为，世上最宝贵的是智光。什么是智光？智光就是智慧之光，不但可以照明人的内心，更可辨别是非。诸物之中何物无相？诸物之中不起无相。诸物之中何物最高？人我最高。何物为大？法性最大。郡王所征，我已心领。法师，可否让我替父王做个东道？那好吧，请。
看着窗外，是不是很多事在想？我不敢想，不敢想。你闭目打坐，不也有很多事情在想吗？过去的已成事实，将来也没有什么可想。光想，肚子是不会饱的。摘菜虽然清淡，若每天如是，恐怕营养不良，身体虚弱。牛那么健壮，不是也吃草为生吗？牛的身体结构和人不同，所需营养也不同。我从小到现在，都是吃斋来维持体力。人和牛的口腔内都是平齿，其实人吃肉类是违反自然法则。人是万物之灵，怎么能跟禽兽相比？我认为背脊向天的都可以吃。那他不就可以吃了吗？还不出去？是。看来三太子的智光忽明忽暗，若能抛开杂念，专心修行，将来必定能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我跟法师不同，你自幼修行，我贵为王子。我想，我此生与佛无缘。那好，一切随缘吧。哎，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我是谁呢？大王子，老头子，你代我告知三弟，我打了几只山鸡，今晚与他痛饮。三王子近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几个月酒肉不沾唇，只吃些素食。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什么意思？请问，盘若多罗法师在吗？在，请进。一拜可以了。是谁叫你来出家？是迦南大师叫我出家的。一点主见也没有，难道你没有自发性吗？再说一次，是我自己要出家的。哎呦，一点也不懂得尊师重道，自作主张。再说一次啊，看你个性单纯，稍有善根，我就收你为徒吧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那你又为何来出家？你又不是哑巴，为什么不说话？
任何答案都不能说明我求佛之心，不如不说。好，既然你有求佛之心，那你就先去盖一间稳固的自修室，以表心迹。你昨天晚上不回家，你也不怕？是他叫我去的。那就放心了。你啊，这回让我抓到你了！你敢勾引我老婆？你谁勾引你老婆？他勾引我呀！别跑！别过来啊！跑你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敢勾引我老婆你啊！别跑你啊！你别！我还可以算账，你别老找我麻烦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饶不了你！别跑！别跑！或许你与我无缘，还是放弃吧。以后不用送饭给他。
师傅。哎，明明盖好了，为什么把它拆了？弟子愚昧，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盖好自修室。这样算盖好了？说盖好了是不对，应该是找到才对。佛道修行在心中。随我来。第一刀，断除一切烦恼；第二刀，四修一切善法；第三刀，愿度一切众生。现赐你法号达摩。记住，我死后67年，你才可以去震旦，不要操之过急。什么事啊？僧人终日不耕不作，受人民供奉，只会钻研佛理。什么是佛？居然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。哎，特好，特好，特好，这个全是迷信，盲目崇拜，全部还俗，不得再犯佛门。是，全都赶出佛门。不要打！住手！你凌空而至，动作如飞，究竟是正是邪？郡王若能辨别正邪，便不会排斥佛法。看你似是能言善辩。我虽不懂太多，却可解你心中疑惑。什么是佛？见性是佛，性在何处？性在作用。若作用时何处出现？若现于世，当有其八。何谓其八？在胎为身，处世为人；在眼若见，在鼻辨香；在口谈论，在手执足，在足奔行。骗见时，却如微尘讯息。识者知是佛，不知者唤作惊魂。郡王可有所领悟？若未有，贫僧愿死于郡王面前。你果然深懂佛理。你的师父是谁？就是你的三叔菩提达摩。我三叔？他还没有死吗？一剑王，带我收拾行装。好的。三叔，你真的决定要去震旦传法？我要去挑选一名衣钵弟子，让禅宗佛法在震旦发扬光大。三叔这样的高龄，对于山海阻隔、万里迢迢的旅程，太辛苦了吧？可以不去吗？这是天命。那么，就让侄儿效劳，通知震旦的佛寺接待三叔吧。一切随缘。达摩祖师东渡中国，经过3年航程，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在南海登陆。当时中国正值南北朝时代，战乱频频，民不聊生。达摩祖师除了弘扬佛法、普度众生之外，还要找出他的衣钵传。
没事没事。南朝由于梁武帝笃信佛教，大行佛道，故在他统治之下的国土，仍能维持小康局面。天竺禅宗掌门达摩大师将要东来南朝宣扬佛法，东林寺奉诏招待。我国全民皆信佛理，资历榜文，广告天下。喂，上面怎么样了？哎，马上就好了。啊，你到那边去。啊，你去那边，快点儿，快点儿。大师兄。阿弥陀佛。带各位师兄到禅房休息。是，请随我来。师兄啊，普陀寺的主持及众师兄已经安顿好了。你们记住，这次是皇上谕旨要我们接待天竺高僧，况且各地寺院主持马上就要到来，你们各种事情一定要办得完满一些，千万别丢脸。快去准备一下。是，师兄。耍毛特去。师兄，达摩大师已经到了门外了啊！那还不叫众人准备迎接？我去告诉师傅去。是。师傅，阿弥陀佛。大师不辞劳苦东来传法，实乃中土之福。贫僧慧远今日接待大师，深感荣幸。出家之人不必多礼。大师，你的随众怎么还没有来呀？并无带来。那么你的经书呢？也没带来。哦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师精通佛法，一定经在心中。各寺主持聆听大师讲经，请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师傅，他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可能是天竺令。阿弥陀佛。山蒙，现在开始讲经哦。
哎，达摩大师，你这样就走了？哎，什么？不得无礼！这是他无礼啊！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怠慢了达摩大师啊？没有啊。那么他为什么不讲经啊？我怎么知道呢？达摩大师他是带着孝义走的。哦，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？可能天竺僧人讲经不用口啊。他不用口怎么说话呀？哎，大师兄，那不是天竺僧人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在污泥之中长出清洁的莲花，你们只可采妙莲之洁净，绝不可取污泥之浑浊。想不到大师兄随口就能悟道，生于污泥之莲花也可取呀！舍去繁絮，去精髓，妙哉妙哉！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污泥能生莲，也是好泥土。什么？污泥也有可取之处？照大师所言，那凡事岂不没有定论？坏的东西也有可取之处，这是什么道理呀？没好没坏，因人而异。好像有点道理。你懂什么？你现在是手握成拳，还是拳握成手？每天都要挨打。哎，这道理就等于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啊？先有蛋，没有鸡有何来的蛋呢？先有蛋，先有鸡。没有先后，两者都对，要视乎造化而定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你又明白什么了？大师之言，一切随缘，不要执着。普通人随缘即变，得道者随缘不变。说来说去模棱两可，我不明白。你最好能先去找一个令你明白的人。哼，说了半天，我看那人就是你。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大师，你算是悟了的人。那么我请问你，死后向何处去呢？不知道。嘿嘿，你也有不知道的。因为我还没有死。入了净室不能说话。是师兄。里面静坐3日3夜。啊，油灯灭了。你为什么说话？我们不能说话啊。嘿嘿，只有我没说话。大师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坐禅成佛啊。我磨瓦成镜。磨瓦岂能成镜？既然瓦不能磨成镜，那坐禅又岂能成佛呢？那怎样才能成佛？要知道，佛并无一定的形态，而禅也并非坐或卧。你们只知道打坐，而不知道为何打坐，这样便永远不见大道。那怎么样做才能见大道呢？从根本上修。
什么是根本呢？心为根本。罪从心生，还从心灭。一切善恶皆由心生。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，只在表面上下功夫，徒然浪费时间。浪费时间。哎呀！哎，大师，大师，皇上日理万机，仍然要抽空与达摩大师研讨佛法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想不到天竺僧人穷得连鞋子也没有穿。风吹林动啊！依我看，是皇上的心在动吧。大师所言极有道理，不枉朕跟你相见一场啊！贫僧身在远方，早闻梁朝君主有菩萨皇帝之称，我随航海而来，也是为了广传佛法。你来的真是好。自朕登基以来，修佛寺、造佛像、抄写经卷，供养僧侣无数啊！敢问大师，朕有何功德？无功无德。啊？这好比随行的影子，说是有，实际上却是没有。那么做什么样的事才算有功德呢？洁净圆满的得道者才算有，这种功德世上是求不到的。请问大师，这世上有没有佛呢？没有。身为僧人，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不知道。真是话不投机。来人，送客。我已经不当将军，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？我要替死去的兄弟报仇。还不罢休！不分生死，不罢休！又有什么事啊？跪了大半天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徒儿仍不时做噩梦，
请师傅能赐徒儿解脱之法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昨日种种，昨日死。你多念一些经文，今日种种，今日生。但徒儿每天念了不少经啊，那就要再继续专心念下去。徒儿每次念经都是诚心求悔的。哎，那就不对了。念经时要心无所求。多谢师傅指点。师傅，我来。不用了。师傅，其实以后你不用天天来了，有我们徒弟在，你为什么还如此操劳呢？为大众操劳也是一种修行。你以后的修行在我之上，一念之善也可成佛。君子应自强不息。那是儒家之说。师道儒本是一家，哪有分别？最重要的是心安理得。神光，不要太执着。那什么人呢？哦，他就是天竺僧人呢。快走一下，不然更倒霉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来了！哎，张胡子，你可是快点开船吧，这后边来了一个天竺僧人呀！天竺人不干不净吃饭，用手捉花呀！是啊，他们上完茅房就用手。哎呦，你看，他还抱着你女儿呢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快把女儿抱回来呀！啊！给我！哎，小心点！哎，客满了，开船了，快点吧！喂，你们俩快点上船呐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开船了啊！哎，别管他了，还管他干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！为何船夫不让他上船呢？欺负他是外面来的，要不然还不倒呢？可不是。你看天都快黑了，他要是坐不上这趟船的话，就得等明天了。别管。干完了啊！你看他坐下来等哎，哼，就是等到明天呐，我也不让他上船。对，说的对。啊！哎呦！我女儿呢？啊！哎呀，我女儿掉到水里了！别怕，不要哭，你爹就来了。要知道，今日成为鸟，全是前世造业。中箭受伤也是因果循环所致。你心中不要存有怨恨。我为你受3戒皈依，他日做人好修行。去吧。再找你的猎物，对吧？对。你一箭能射几只猎物？1只。有时候运气好的话，可以射2只。2只。那不就是一箭双雕吗？我看不止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有时可以射到怀孕的猎物。对呀，那就不止2只了。我只可以射1只，不过我射的那只，万千的众生就可以得到安详。那只是什么？就是你。是我？我不杀生，还有别人呢。血肉淋漓，
未足真，一般苦痛怨难伸。设身处地扪心想，谁可将刀割自身？师弟啊，我们劝了你半天，你还是这么固执，为了逃避做噩梦，晚上不敢睡觉，这不是办法呀。是啊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把你当成疯子关起来。对，关起来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们先回去。是。是降伏之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是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无色，若有想、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。师傅，你干嘛割自己呀？我割自己的大腿，关你何事啊？师傅，你自残躯体，徒儿心痛啊！我还以为你是没感觉的人。徒儿知错了。我们修道之人，必欲魔障，佛心坚定，才能冲破。多谢师父教导。师父，我们走吧。你看，我还能走吗？怎么样？你背着我腿疼不疼啊？啊，没事。空智大师，阿弥陀佛。空智大师，阿弥陀佛。师兄大名远扬，真是德高望重。我们潜修佛法，不应有得失之心，贪图名声就会有喜怒哀乐。出家人应超越善恶得失，才可四大皆空。这个天竺僧人没什么特别嘛，哎，他比咱们这儿和尚黑呀。听说他的佛法高深莫测啊。什么听说呀？我有个表哥啊，亲眼见过他一根芦苇就渡江了。真的？嗯，哎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嗯。哎呀，让着点，我看不见。这位是达摩大师是吧？贫僧空智，佛理浮浅，想请大师指点。心佛以及众生三者都是空，现象的直性是空，无圣无凡，无施无受，无善无恶，一切皆空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打人呢？你既然说一切皆空，那何来痛苦呢？啊，看那看不到的东西，听那听不到的声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，才是真理。哎，你怎么打人呢你？打完就走了。师弟，哎，师兄，你被他敲昏了头了。师兄，不要再说了，言语无法说清，只有用心来感受。
贫僧明善乃是本寺主持。他从天晚上到现在好像没动过。喂，我师傅在跟你说话。休得无礼！看这位施主的样子，乃是另一种修行方式。他既然来到本寺后山，就是佛缘。让这位施主安心静修，我们走吧。静远，以后由你给这位施主送饭。是。听静元师兄说，从天竺来那个和尚，已经7天7夜没吃过饭了。不止啊，听说连水都没喝过，也不知他怎么熬过来的。他吃了，他吃过饭了，他吃过饭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走，我们去看看去。走吧。师傅，来，师傅，你看，师傅，你们看，吃了，吃了。真的吃了，还是没有吃过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还是没吃，不要打扰他了。啊！正德，我带你见识见识。他那么久没吃过饭了？他不止滴水未进，都有半年没说过话了。真的？他半年都没说过话了？当然了，那还有假？那不口臭？走，就在这儿，去看看。敬德，只许看，不许动哦。哦。敬德，油灯没有油了，给油灯加点油吧。哦。真奇怪。记住啊，以后没有我带你来，你自己不能来啊。是师兄。圣僧在后山洞坐了3年了，不信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。咱们到后山活挺好，改明找大师再来看一看。真是了不起，他在洞里面一坐就是3年，真是个不倒翁啊！哎呦，我的腿都酸了。这不要起，睡不着觉。他真的3年多没动过？当然了，你看他一动都不动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然那么多人拜他。智公大师，听说少林寺有位异能的圣僧，你知道吗？贫僧跟他缘憨一面，反倒是圣上跟他有一席之谈呢。哦，他就是圣上曾经召见过的达摩大师。是他？不可能。依正看，他对佛理
是一窍不通。当年我问他，我为佛门做过这么多的善事，他竟然说我毫无功德。达摩大师答得对呀。请恕贫僧直言，皇上本有功德，但常挂在口中，要人称赞，便是刻意贪图功德，善恶抵消，也就没有功德了。好，算他说得对。当时我问他有没有佛的存在，他竟然答没有。他说的也有道理啊！皇上要知道，佛本身并无实质，只存在心中。皇上既然问佛在何处，那皇上心中无佛，又何来有佛之理呢？那他也不能回答朕，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啊！想不到，达摩大师已达无我之境界了。那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得道高僧。彭将军，微臣在。你马上带人前往少林寺，恭迎达摩圣僧回宫。皇上，少林寺乃北魏之地，臣带兵前去，会不会造成纠纷？你不会想办法吗？遵命。这次能请达摩圣僧前来，定要把他留在宫里，每日陪朕研讨佛理。若是无缘，何必强求呢？让，走！哎。在下彭文海，奉梁朝我王之命，特请圣僧回宫。请恕在下无礼。抬着走。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你们带骑人马。这样都请他不动，难道我真的与佛无缘吗？说是无缘，确是有缘呐。皇上既然说的这个缘字嘛，有缘无缘，全是一念之想啊。朕拜佛多年，今日才被你一语道破。那就一切随缘吧。朕在这里与圣僧神交，不也是一样吗？
神光，兔子，兔子，是师傅叫你，不是兔子叫你，又在做白日梦了。哎，师傅，照你所说，如梦之事，你向南行，必能悟道。什么？师傅叫徒儿离开龙法寺？不是师傅要你走，只是时机已到，要去的终归要去。现在你外出，别人都叫你师傅了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怎么眼红红的？神光是舍不得师傅。哎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枉费师傅教你，又孩子气了。师傅，多保重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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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！站住！他妈的！你敢偷老子的东西？啊！他的罪，就让我来抵偿吧。应当是应当，把他吊起来！施主，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没你的事，滚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李施主，将你偷他们的东西交出来吧。李施主，因何沦落如此地步？我跟家人逃难到此，父亲不幸被杀伤。我听说少林寺有个不倒翁，佛法无边，所以我孤身上路，求他保佑家人。不倒翁，请问少林寺在什么地方？从这边一直往南走。哎呦我！哎呀，我的胳膊疼死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快点！哎呦，我的腿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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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
啊！哎，女施主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你虽然做错一点小事，也不要责罚自己，只要知错能改就可以了。不倒翁之说也只是传闻，我不知道去还是不去的好。哎，这就不对。你既有心修佛，就先要有信心，才有机会达到目的。哎，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，除了孩提不懂事以及年老体力衰退，再减去睡觉的时间，剩下来只不过1万多天。我们必须把握宝贵的光阴，多做善事弥补过失。哇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哎，着了！啊！灭了。我的衣服已经干了，还是换回我的衣服吧。谢谢你，我到底是个平凡的女子，跟师傅去少林寺可能不太方便。我先走一步了，你多保重啊。我的名字叫兔儿。兔儿，阿弥陀佛。师兄啊，今天好像比前几天更冷啊。哦，对呀。不如……怎么？你小子也想早走啊？谢德，你明儿早上早点给油灯加油啊！哎，师傅，哎，重要的是把我家主人沈阳的名字写上捐银200两。哦，施主功德无量。
景德啊，师傅，后山那位师兄救醒了没有？我已经喂过他热粥了，但是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弱。看来此人如此虔诚，定向圣佛有所求。你跪在雪中已3天3夜，有何所求？请求大师为我安心。你心有不安，我虽致力求道，但总有不安之时。那将心拿来，我为你安。我怎么找不到那颗不安的心呢？我已经将你的心安好。求大师收我为徒。你向我求法，为何不先醒悟自己？若知前世因，今生受的是；若知来世果，今生做的事。你竟有断臂求法之决心，那还有何不可呢？先赐你法号为慧可。快！今天的香油钱大约有300多两。达摩大师在山洞一坐就是9年，想不到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音呢。师弟啊，明天你带人把香油钱送往各地。是，那就快点吧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什么人呐？这样不行啊！你们会背因果的。我们会背钱包。哎，施主，受不起，受不起。你们是施主。住手！佛门圣地，施主不要动粗。所谓不看僧面，看佛面。看什么佛面呢？就是把佛祖请来，我也不给面子。哼哼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们看看，啊，这帮平常拜佛的和尚，今天都拜在我的脚下了啊！大哥，他们不是拜你呀。山洞里的不倒翁。不倒翁，哼！今天我让他马上倒下去。
他妈的，你想夺魂？大哥，你他妈的，我宰了你呀！兄弟相残，自食其果。上！他妈的，你穷笨蛋！他妈！真的需要，你就拿去吧。师兄弟们，你们身体虚弱，在我离开之前，将传授你们一些锻炼筋骨之法，以收强身健体之效。武功和文字都是一样，有动态和静态的一面。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表现，如吃饭、睡觉，也离不开这个范围。你们愈想参悟禅机，只要用心观察，一举手、一投足，也有其禅意存在。我即将西返天竺，你们把自己所学的心得说来听听。文字在阐明佛法真谛，不可执着文字，但也不可舍离文字，使能得道之受用。你只得到我皮而已。据我了解，好像庆喜见了阿舍佛国，一见之后，便了悟真相，豁然开朗。
便不需再见。你所体会的比道父多些，但只能得到我的肉。地火水风皆是空，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受，也非实有，而我所见却无一法存在。你也只是得到我的骨而已。慧可，你呢？就是这样，你总算得到我的髓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慧可，我先将衣钵传给你，作为传法信物。你就是禅宗二祖。在我过世200年之后，衣钵传至6祖，便不需再传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禅宗法门已传遍各地，不过知道的人多而行道的人少，说理的人多而悟理的人少。所以你不可轻视执迷不悟的人，任何人在一念之差都会弃恶从善。这4卷《楞伽经》是佛祖的最高法要，可以用来开悟世人。现在一并交给你，你听着。吾本来此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5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大师，你一个人到哪里去啊？原来是妙香庄，我正要回西面去。为什么只有大师一个人独行啊？你回去就知道了。哦。咦，一只草鞋。妙香庄，为什么要你亲自来送货？没办法啦，现在4处香火鼎盛，我唯一的伙计也当了老板啦。来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昨天黄昏我在路上碰见达摩大师啊。不可能吧？达摩大师已经涅槃3个多月了。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禅杖上还吊着一只草鞋。关于达摩祖师吸一只鞋西行之说，皇帝听闻后，为求证真假，逐下令开棺。结果开棺后，见棺内只剩下一只鞋。查当时达摩祖师已是150岁，